专诸刺吴王，烧烤宴席上的谋杀。专诸原本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屠夫，每天杀猪卖肉，日子过得平淡无奇。但在公元前515年，他因为一场惊心动魄的刺杀，名字永远刻进了历史。当时吴国的王位之争暗流涌动，吴王僚靠继承哥哥朱凡的位置上台，可他的堂兄弟公子光不服气。公子光是老吴王寿梦的儿子，觉得自己才是正统继承人。他暗地里攒兵买马，找到了专诸。专诸不仅刀法一流，毕竟杀猪出身，还特别讲义气。公子光对他礼遇有加，说老天派你来帮我。专诸问吴王僚为啥不该继位。公子光解释，我爹寿梦有4个儿子，老大是我爹朱凡，次子于季，3子于昧，4子季札。寿梦想传位给季札，但季札不在，于昧死了，就该传给我这长子的后人。可现在僚抢了我的位子，我得靠狠人夺回来。专诸建议用劝说，公子光却说僚贪心仗势，不听劝。专诸问他爱啥，公子光答爱吃烤鱼。于是专诸跑到太湖边学烤鱼，练了3个月，把味道掌握得炉火纯青，然后等着公子光的命令。这场刺杀的秘密武器是鱼肠剑，一把锋利无比的短剑。据《越绝书》记载，它由铸剑大师欧冶子打造，用赤锦山的锡和若耶锡的铜炼成，长不过尺余，薄如蝉翼，剑身有鱼鳞纹，被称为天下第一短兵。后来这把剑落到了公子光手里，他看中了它隐蔽又致命的特点。公子光计划周密，决定用这场烧烤宴席搞定吴王僚。他先派人送信，热情邀请吴王僚来家里吃饭，说是兄弟情深，聚聚聊聊。吴王僚虽有点怀疑，但想着带上卫兵应该没事，就带着一队人马来了。到了公子光家一看，气氛挺和谐，卫兵还被安排在院子里喝酒吃肉。吴王僚心想，看来是我多虑了。可他不知道，公子光早把家里布置成一个大陷阱，自己还假装脚痛躺在床上，装得可怜兮兮，彻底打消了吴王僚的戒心。重头戏来了，专诸端着一条肥美的烤鱼，把鱼肠剑藏进于肚子，这招叫鱼腹藏剑，既隐蔽又狠辣。宴会进行到一半，大家吃喝正欢，吴王僚也放松下来。专诸走上前，假装献菜。吴王僚低头一看，鱼香扑鼻，正想夸2句，专诸手一快，从鱼肚子里抽出鱼肠剑，噗一下刺进吴王胸口。那剑锋利的吓人，直接穿过吴王身上的软甲。吴王僚连喊都没有喊出来，当场倒地，血流了一地，现场顿时乱成一锅粥。吴王僚的卫兵反应过来，冲上来围住专诸，专诸被乱刀砍死。公子光趁乱带着自己的人马杀出来，迅速控制局面，宣布吴王僚暴毙，自己顺理成章登上王位，成了吴王阖闾。吴王阖闾上台后，为了表彰专诸的忠义，把他的后人封了官，还赏了不少田地。后来他带着吴国崛起，打败了宿敌越国，成了春秋后期的一霸。专诸的这一刀和鱼肠剑算是立了大功。他的故事被司马迁写进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，还见于《左传》和《吴越春秋》，用一条鱼、一把鱼肠剑，换了一场王朝更替，成了忠义刺客的代名词。鱼腹藏剑也因此流传千古，成了暗杀史上的一段传奇。